Hello，我是苹果爹，今天来讲讲镜头保护贴。开始一样，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吧。很多人都会说 ，iPhone 的镜头不是已经是蓝宝石玻璃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买镜头保护贴呢？其实我们对蓝宝石的认定是硬度在约9左右，但是如果你看过 Jerry Rigs Everything 做的测试的话，你会知道 iPhone 的镜头玻璃其实硬度不超过6。那这个6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它和萤幕玻璃的硬度其实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一般会刮到萤幕的东西也一样会刮到镜头。前几代的 iPhone 我都没有使用过镜头保护贴，但这一代的镜头部分开口比较大，感觉上被刮到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很多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想来试试看，并且比较几款不同设计的。那这边我有买的就是知名厂牌的蓝宝石镜头贴，还有其他几款比较便宜的来做比较。主要是不太确定他们对镜头画质的影响，这是 iPhone 11耀光跟鬼影的方面还蛮多人抱怨的，所以贴了镜头保护贴后会不会更糟糕呢？毕竟最贵的镜头保护贴一组要价700-800块，也不太便宜，所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测试，最后会分享我的结论。先来说说蓝宝石玻璃的款式，就是 iMOS 还有 Hoda 两个牌子，他们都是有加装一个金属的环在玻璃外面。Hoda 的设计比较接近原厂的感觉。这两款最大的优点就是保护性。第一是金属外框可以在摔倒的时候做到更好的保护，但应该很少人是裸机使用了吧？市面上大部分的壳都已经会保护到镜头的部分。第二是蓝宝石玻璃的耐磨度，不会有刮痕，当然在长期使用下来也不用担心影响到拍照。第三是他们的玻璃部分和 iPhone 本身的镜头有一点点距离，如果你真的很不好运，镜头保护贴刚好去碰撞到尖角的部分，也不会怕伤到镜头本身。但这个优点却也是一个缺点。以我个人最重视的拍照品质来说，这一代的 iPhone 本来耀光就比较严重一点，这个镜头与保护贴的距离会让耀光多出一个很明显的叠影。当然这有可能是玻璃比较厚的关系，一个耀光可以调一调角度啊，装成文青照，但是重叠的耀光就比较难装文青，马上会被识破。再加上蓝宝石玻璃本身透光性就会差一点，这一点网络上的资料很多，还有先前 Apple Watch 刚出的时候就有人比对过。这是材质本身的问题，不是厂牌的问题。所以在同样条件拍的照片下，贴上蓝宝石玻璃镜头贴后，会发现多少有点色差，还有点比较暗的问题。还有如果你跟我一样会使用外接镜头拍照，这和 BitPlay 的壳是可以相容的，但是和 BZR 的镜头外接环不相容。再来评论其他款式的镜头保护贴，大致上分成2种，价格上都很亲民，但都不是蓝宝石玻璃，所以抗刮度不会像前2款那么好。一种是一整块玻璃连着旁边的玻璃框，这种在测试之后对拍照上真的没有什么影响，耀光的部分也没有再多一层叠影跑出来。但是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品牌，品质也是参差不齐，我买的这一块在表面疏油部分的品质就很不好，但我相信有更好的。可是我发现我不能用这款式的原因是和外接镜头环都不合，但如果你没这考量的话，也是可以考虑使用这种。再来另一种是直接贴一层薄薄的玻璃在镜头上，这种保护贴当然在整体的保护性上是最弱的，一方面没有保护到镜头框，另一方面如果镜头直接去撞击到的话，也难保不会伤害到镜头。但是我觉得那种几率真的很小啦，怎么感觉这样说完好像就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这款对拍照的影响也是完全看不出来，在外接镜头部分也是完全相容，所以我个人使用的习惯来说，我是比较推这一款，很便宜，相容度高，刮到就换掉。所以结论就是，如果要最好的保护的话，像是选择蓝宝石的玻璃贴，除了要付出高很多的价格之外，在照相的品质上就要有一点牺牲。但是如果你要维持拍照的品质不牺牲，保护性上就会差一点，价格却是相对便宜很多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手机壳已经有不错的保护效果，其实镜头贴上面可以省一点，毕竟不是多付钱就能拿到完美的产品。这就和我对一般萤幕保护贴的看法一样，都是消耗品，不要花太多钱在上面，除非它真的是有什么不能取代的功能，不然一不小心摔破了又是一大笔钱，而且这些钱将来在换手机的时候也拿不回来。好了，如果喜欢这类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吧。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。